DeepSeek 它最新推出了 V4 的預覽版，聽說 Pro 它可以同時處理100個詞源 token， 在業界說，哎呦嚇死了，這個輝達做得到而已，現在用華為的晶片也做得到了，但是已經讓黃仁勳很驚恐。華府常常掛一句嘴上的講，他說：你們今天 AI 的成就都是當年不當使用美國的技術跟 know how。川普的意思就是說，你們都是抄我們的啦。現在真正的專家發現了 DeepSeek 的 V4 以後，他們說沒有。這個完全是華為自己的 know how。趕快來關心這一場中美的 AI 大戰再度的開火。今天特別來關心到是大陸現在要禁止這個 Meta 來收購大陸的 Manus 這間企業。那 DeepSeek 另外一方面，我們今天會來關心哦，則是搭配華為的晶片，強強聯手成了黃仁勳的噩夢。今天就有這些議題一起來做關心。好，這一次的 AI 的煙硝味，我們要特別來看到的是因為大陸啊，中國大陸的改委在4月27號這一天正式的公告，他說对於美國企業 Meta 要收購大陸這一間 AI 新創公司 Manus 的一案，做出了禁止外資投資的這樣子的一個決定哦。這個突如其來的決定，當然了，大家就關心說，是不是跟中美之間的中美科技戰是有關係的呢？尤其最近 Manus 真的這一間企業是非常紅的，它是全球第一款通用型的 AI agents。那它有什麼樣的優勢呢？它能夠自主思考、拆解任務、執行解法，被視為是一個超級助手。当然了，這一間 Manus 爆紅之後呢，是讓它的母公司這一間蝴蝶效應也一夕之間爆紅，成為大陸 AI 企業的明日之星。我們稍微回顧一下，當時這個蝴蝶效應它爆紅之後，又發生了什麼樣的事情，引起了今天這一起中國大陸對美國的爭議哦。首先，我們看到2025年3月，它推出了我們剛剛講的 Manus 之後，瞬間爆紅，6月就把總公司立刻遷到新加坡，沒有想到遷過去，還把大陸的團隊給全部裁員掉了。7月份，他在這邊完成了7500萬美元的融資，到12月立刻 Meta 就把它給收購了。這一位創辦人未來還會擔任 Meta 的副總裁。不過呢，根據了解，在大陸的出手之下，這一樁併購案有可能沒有辦法真正的成真。但是大家也關心啊，你這間企業總部已經搬到新加坡了，員工也已經跟 Meta 合作了，會不會 AI 技術都已經被 Meta 給掌握了？你就算現在中國政府介入，有沒有效呢？那大家也在做分析。其實呢，中國政府不管有沒有效，但是也要對未来的企業做警告，說你不要在新加坡利用新加坡這邊做洗白，來完成你想做的。不要透過這樣子的一個方式來洗白中國的高科技企業在新加坡。那所以節目一開始特別請教上次哥怎麼看大陸出手禁止的這一項併購案，代表中美 AI 科技戰已經延伸到海外了嗎？那大陸出手的原因，上次哥又怎麼看？好 ，Manus 是一家其實在中國大陸 AI 公司裡頭算是創意蠻不錯的，但它創立時間沒有很長，真正的發展出，而且在整個中國大陸開始融資這件事情，那就這5年的事情啊。但是呢，核心就是包括除了他的創辦人之外，還有另外2個這個天才。那麼現在是這樣子，這當中有另外2個跟他的這個軟體有關的2個人，現在這些人回到中國大陸，現在被禁止出境了。所以中國大陸這一次在整個發改委會做這件事情，我想已經表示非常清楚了。這是什麼意思呢？首先，所有的民間，你們以為是年輕人創意，民間的開發的 AI 技術不是你們的，這不是商業，這是國家的。就如同先前美國能夠包括NVIDIA 的部分晶片不能出去被管制，中國大陸也並不是不管制，国內沒發展。可是現在 AI 在中國大陸的技術軟體方面是領先的，而現在它只是很清楚的告訴你，這個是國家的。為什麼呢？因為這家公司是從武漢發機裡頭，其實先前拿到包括中國大陸國資委有很多的投資，也就是國家也曾經投資你啊，扶持你，而不是全部都你靠你自己來的。所以我覺得這個宣布當中是對於在去年25年 Manus 現在從指縫中流出去，就是說，現在要告訴你滴水不漏了，因為先前 Manus 我們剛剛看到，從3月開始調整，6月遷移過去，真的就是他們覺得有高人指點，認為有美國華爾街的高人指點，就是要快速的在幾個月之內，包括種種的公司的登記、員工、技術、機房全部都挪出去。所以為什麼中國大陸會出重手？他覺得你這個也是蓄意的，可能都聽美國說不定情報機構的這些嫌疑。所以像中國大陸為什麼要處理 Manus，不是出重手，要告訴你這件事情，就是現在在作為
為 AI 作為全世界國與國，包括跟美國的這個競爭當中來講，你不要覺得這是你民間的技術，民間你只要用中國的資源，在中國當中長出來的部分，它就要被国家總體來思考，它就是國家的戰性，不是你輕易說我可以賣高錢，我們年輕小朋友就拿了一大堆錢，我就可以大賺錢去了哦。我覺得這個宣示本身，從去年開始。中國大陸開始官方在盯 Manus， 開着各式各樣的手段，甚至大家都說你把他們這個兩個關鍵的技術關鍵的人騙回來開這個論壇，然後就不讓你出境了。我覺得中國大陸是可以說是所有的手段都出了，而發改委這個做法，我認為他要求要剝離。你現在跟 Meta 管你們合不合作，作為國家來講，我要你最後剝出來這件事情，這不是他現在政策，我認為是接下來中國大陸要做的。好，現在大陸政府非常的不滿哦，等於是 Manus 這間公司用大陸的資源跟它的資金來去發展這家企業之後，竟然就轉向新加坡去做發展了。所以呢，包括它的創辦人這一魏孝宏，他也被现在限制出境，人就在中国大陸。AI 人才接下來也會做一個比較嚴格的管制嗎？那大使又怎麼看這整起事件？對，這個就是中國大陸第一次這樣出手哈，禁止你來併購我的公司。當然，國際間併購是很多的。可是並不是所有的產業都可以併購，其實美國也有同樣，世界各國都有這樣的同類做法。那這個就是這樣做，就表示其實中國在這個產業它的創意跟它發展已經走到世界前沿了，也就有這個價值，別的公司、外國的公司來搶你的技術，它不是搶你公司，是搶你的技術，把你專利通通帶走啊。那所以這裡面就變成就是說，中國大陸已經驚覺到中國有些公司已經發展到這個程度了，而且這個公司基本上是純本土的。他的這個創辦人叫蕭宏，他事實上是，他是90後93年，他是華中科技大學的。他的一個特色，他從來沒出國留學，他是純中國本土培養的人才，本土的資本培養出來的。那當然，他就是說他有工程師紅利，他這個公司在所有創業之下，開展階段，中國大陸這種培養的人才的培育也好，然後你這個公司發展的環境也好啊，那不管是人力或者資金哈，都有過給他的貢獻，所以呢，他不能說走就走。那所以這個東西現在已經到了跟這個很好談，因為 Meta 不敢得罪中國的不敢得罪中國政府的，所以這個案子中國一說禁止併購以後，Meta 現在已經在舉行是吧？就要恢復原狀，是這個。可是恢復原狀，第一個，我如果付起這個款的話，那你這個 Manus 你要把錢還給他，然後還要就是說，這裡面就變成就是說，還有技術與數據的，就是說你已經在使用的，你必須要給他怎麼樣隔離，要刪除。所以這個只要中國大陸公司這個國家出手的話，我想這個案子很快就可以解決。那不過這也樹立一個新的一個標準，也是中國的這種創新公司哈，你不能啊在中國的環境裡面，你得出了技術的突破啊，你突然啊別人一招手拿20億美金，你就全部賣給別人了。是這個不是中國不允許，全世界國家有技術領先技術國家都不會允許的。對，好，所以這一起案件其實是中美科技戰之下的一起爭議哦。那除了我們剛剛關心的這個 AI 的科技大戰之外，我們也來看到大陸現在則是在努力的致力發展它的 AI。那我們特別來看到大陸的龍頭 AI 的龍頭 DeepSeek 發布的最新的旗艦模型 V4的模型，首度針對華為的晶片架構做了優化，那麼代表大陸的 AI 正式進入模型再加晶片全國產業鏈的一個整合，恐怕讓黃仁勳緊張了。幹哥怎麼看？好 ，DeepSeek 它最新推出了 V4的預覽版。就是說，它現在正式上線了啊，然後同步開源。然後 V4 它有什麼？你知道？它有 Pro 跟 Flash 2種版本。聽說 Pro 它可以同時處理100個詞源 token。他說，在業界說，哎呦嚇死了，為什麼？但是在這個輝達做得到而已。現在用華為的晶片也做得到了，用華為的升騰 VPN， 它竟然做到了。可是，當然这種東西，你說它還沒有真正的，它現在只是預覽版，還沒有上市，對不對？但是已經讓黃仁勳很驚恐了。華府常常掛一句嘴上子講，他說：“你們今天 AI 的成就，都是當年不當使用美國的技術跟 know how。”其實他講穿了，川普的意思就是說，你們都是抄我們的啦。他想講的是這句話。不過對不起，現在真正的專家發現了這個。DeepSeek 的 V4 以後啊，他們說
沒有哦，這個完全是華為自己的 know how， 也就是說他自己形成了自己的概念去發展出這個東西，然後而且他說他表現的最強的地方是在數學跟什麼跟競賽這兩個，好，在這兩個方面，他說這個就完完全全是他們中國本土自己去研發出來的東西，因為他们的表現比聊天機器人要強過10倍以上，哇，那就是等於是說，當年黃仁勳他對於整件事情的看法，就是說，川普，你認為你要阻絕中國在 AI know-how 的領域之外，不讓他就是說能夠這個獲取或截取美國最重要的核心概念跟技術，但你不要忘記，不管是在矽谷或者是在哈佛，所有 AI 領域都是有50%以上的華人，也就是說，全世界你把美國啊、南非啊、印度啊這些人統統加起來，還等於一個中國。所以不管走到哪裡，都是這樣的情況。好，接下来我們持續關注的是中美科技戰，大家還記得嗎？先前美國總統川普他不是針對中國大陸還有針對輝達做了這個制裁嗎？要求說輝達你的 H20不可以再賣給中國大陸。當時輝達執行長黃仁勳他非常的緊張，他也把他的皮衣換掉，趕快穿上他的西裝，拜會了中國的副總理何立峰。那他在受訪時，黄仁勳特別強調了說，這個晶片不一定要是台灣制，但是中國市場是不可以取代的，是不可以放棄的。重點來了，經得了一時，擋不了全局。因為我們看到，包括了這個中國大陸它的網絡3巨頭，字節跳動、阿里巴巴跟騰訊早就已經全面的先買好了來自於輝達的 H20 晶片哦，當時他搶買了大概有1萬片的 H20 晶片，價值是上100億的人民幣。但是 H20 總會有用完的一天，接下來誰來補位呢？現在看起來是中國的本土晶片業者2家，第一家就是華為，第2家就是寒武紀。我們先來看華為，在這個美國禁令一出來之後，我們看到華為是立刻說它推出了昇騰920，而且預計呢將會在2025年下半年就會來正式的進行量產。至於它的910C 是已經啟動量產了，同樣。接下來可以注意的就是下個月就會來正式的出貨，要準備來超車輝達了嗎？今天專家會來做解讀。另外一家受惠的，我們剛剛提到的是寒武紀。我們來看它去年的整體營收啊，這個年增長竟然是高達了65%，而是光是今年第一季這個增幅更是非常的誇張。4230%這樣子的一個季增幅。好，節目一開始趕快請教楊老師怎麼看？現在華為推出的昇騰920，再加上寒武紀營收暴增，中國 AI 能夠完全的取代或者說跟上輝達的晶片嗎？楊老師怎麼看？他們現在是希望華為的昇騰920能夠在2025年，就今年的下半年開始量產，來取代就是川普政府已經對輝達禁止出售給大陸的 H20的這個晶片啊，但是這個量產能不能夠達到一定的產能，那以及它的量產的，就是說就是等於是在的良率上面啊，能不能達到這個就是成本的效益啊，以及產能的達成，所以這些都是問題。那可是呢，這些問題其實在整個華為以及中國大陸的 AI 的發展的面前其實只是一個時間的問題，真的只是個時間的問題。你做到了，你技術突破了，那其實就有更大的就是一些資金，然後需求以及這個測試改進。那我覺得，如果它今年下半年能夠量產的話，那明年某種程度就大概可以取代一些部分的這個需求。那H20現在已經開始在做囤貨。那我們知道 DeepSeek 其實主要就是用 H20 其實都已經是在特供晶片裡面比較低階的了。對。所謂的特供，也就是專門做出來避免美國對中國科技管制之下比較低階，專門提供給中國的晶片。過去有 H100，最早的時候這個大家都在用 H800，那當然都是很貴的。那可是呢，H100出來說，現在是 H20，所以你看，每的往下降了之後呢，現在川普還是要把它給禁掉。那因此，
我上次看到黃仁勳在這樣一個氛圍之下，當時還願意到北京去去見何立峰，我覺得他其實代表了一個科技界的勇者。倒不是单纯只是為他自己本身的生意，我想這個當然是最主要。可是因為他的生意，輝達的生意不就代表了整個科技業的發展嗎？對。而中國大陸的技術跟市場，也就代表着這整個科技整合的一個重要的環節。所以他用實際的行動，代表的他維護他自己的這個企業的利潤，但是呢，也代表對於科技不能夠這樣子脫鈎斷鏈的一個很重要的這種宣示。是。所以我是覺得。當然，你開始禁我，我就發展我自己的。对，那這個發展只不過是時間的問題。是好，所以我們剛剛看到的是這個川普，他針對中國大陸的晶片做的限制。其實不只是晶片，現在他也要封殺中國大陸的 DeepSeek， 理由是國安為由，說要禁止他的 DeepSeek 來做發展。但是我們看到產業界現在國際汽車產業卻是反其道而行，他們現在掀起使用 DeepSeek 的風潮。第一家示範的汽車車廠就是德國的汽車製造商 BMW， 它最新表示，今年稍晚開始就會把 DeepSeek 正式的整合到中國的它在中國的新的車款裡面，提升現有的 AI 能力。BMW 的動作，其實我們大家要特別來關注，是不是代表未來全球包括了這些外資的汽車品牌會使用中國的 AI， 成為未來不把它當作是美國所稱的國安上面的威脅。那未來進入中國市場，想要賣中國在這邊賣車給這些中國大陸的消費者，是不是就是要遵守中國規則，甚至得多靠一些中国的技術才可能賣得好？将軍又怎麼看？現在的車輛已經走向智慧駕駛、自駕、智慧駕駛的系統，它已經資訊化了，不是光只是買一個車和車體了，它裡面的這些內裝，還包括裡面車子的軟體，那都很重要了，不是光只是開車的速度感了，它開車的那種魅力感要出來。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出來，那這個 DeepSeek 它是開源式的，還在成長當中哦。那所以我們講到這個中國規格就出來了，是這個意思。然後現在呢？我們現在知道，這 DeepSeek 還可以連接到手機，連接到電腦，連接到這個甚至控制家電，還有連接到我們的交通信號、交通號誌，都連接上去了。那你這個不灌進去，那我這個將來開車的時候便利性跟智慧化程度不夠，是這個樣子。所以現在來看的話，這個為了要有現代感，要有未來感，你還要真的要跟這個 DeepSeek 結合在一起。所以是變成這個狀況，那你沒有這個感覺到好像只是車子了。那現在沒有跟未來感、跟現代感結合在一起，那你的智慧移動，還有你的生活形態，好像還是活在過去了。現在都智慧移動了，你到哪裡去？好像你的辦公室到哪裡了？你一個手機或什麼，你好像到哪裡去都可以辦公，到哪裡都是訊息都不漏接，是這個意思。實際上你走上智慧生活的時代了，這是第一個。第二個，開車現在變一種身份，是一種享受，是一種魅力的展現跟擴張。那現在結果你裡面還沒有那個 DeepSeek，人家問啊，這個都沒有啊，好像還活在上一代。那這個車子是變成這個樣子，所以說 BMW 不得不結合 DeepSeek 了。是。那這個是一個它整個是擴張性的，將來我們可以講它是蔓延式的，跟一個神經細胞一樣，整個蔓延出去，控制你的家庭的這些設備，控制了你的所有，還有接近外來的訊息跟所有的交通號誌，它就已經變成智慧型、智慧移動，不是車輛移動、人員移動，是智慧移动的時代來了。所以還不得不接受，如果不接受這個 DeepSeek， 可能車就賣得不好。大家我買其他，我買比亞迪就好了，我幹嘛買你 BMW？ 是，所以不得不一定要走這條路。是，好，我們看到這個中美科技戰，這些科技戰它的起源其實都還是重點要來自於人才，人才才能做出這些技術。所以最後我們要來聊聊這個中美科技戰的人才戰。川普之前不是說嗎？把這一些外國的人才都視為是間諜，尤其他特別針對的就是中國大陸的這一些人才。但是這個時候卻有一個爭議點，同樣在中國國內引發爭議的是，他們的格力電器董事長董明珠日前同樣是語出驚人。他說呢，我們在人才的培育當中絕對不會使用任何一個海歸派，因為海歸派裡面會有間諜。而針對此，我們看到大陸的官媒立刻出來反批哦，這個是《新京報》說，這個觀念用人觀念也太落後了吧。《環球時報》前總編輯胡錫進他也特別說，這個說法非常的荒唐，他認為是對海歸派的這個名譽的詆毀。那現在在 DeepSeek 剛剛我們聊的哦，確實大陸已經建立一個很完整的 AI 的人才培育管道了。
DeepSeek 的研究者也幾乎現在看出來都是在大陸受教育或者是在大陸訓練的，可以看出大陸的人才正在快速的崛起當中。酈將軍，您又怎麼看？這個中興以人才為本，這是中國從自古以來的用人的一個觀念，就是只要是人才，我就要想辦法去用它。那怎麼樣這個人才為你所用？那就要靠領導者的智慧才能夠用到人。那我們從這個董明珠啊，他格力電器，我想他所賣的東西啊，大家聽一下就知道，他賣什麼空調、冰箱、熱水器、洗衣機啊。當然從這些項目裡面你就知道，其實他這家公司的這種科技的這種成分不高了哈，所以董明珠才會講這種話。但你要知道，如果說是到某種高階以上的，不管是武器，或者是說未來的 AI 的技能來講的話，你就必須要有科技的人才。只是說你會不會用？那美國現在之所以能夠成為強大，它就是因為它的學術上面政策可以將全世界的優秀的人才吸引到他國家去為他效力，為他來做事。以我們台灣為例來講的話，在我們那個年代裡面，那幾乎會到美國去念書的都是台大這種很優秀的學生。到那邊讀完書以後，很多人就留在那邊工作了。等於這些最會讀書、腦袋最聰明的，就留在美國為美國所用。當然，這時候美國反其道而行，借着國安理由將這些人列為這個以國安的因素要將他們驅逐出境。對中國來講，這是一個大好的機會，將這些人接回來。其實這裡面從美國回來有很多的人才哈，比如說錢學森，如果錢學森當初也是海歸派嘛，如果沒有錢學森回來的話，那中國大陸現在絕對不會有兩彈一星這出來哈。錢學森那時候回來也是很那個，他這個美國來講禁止他回國，不讓他接觸任何東西，所有東西都不能帶，他把所有東西都記在他腦筋裡面。回來以後，那你說是不是人才？是。那古時候還有一個孟嘗君哈，雞鳴狗盜之徒他都要用。所以說，怎麼樣用人是你領導者的智慧，哈，你不能說是因為懷疑這個人，然後你就是不用他，這時候反而會自己自陷於自己落後，不再進步。當然，中國有一句話講得很好了，這個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哈。如果你這個董明珠，你既然懷疑這些海歸派，你有這種疑心來講的話，我相信這些學者也不會為你所用，他們也不會到你的公司去效力，因為他回來你還沒有用他，你就抱着一個懷疑態度。我覺得董明珠有點像現在的川普哈，所有的這個國安都冠一個國安理由，他大概不是國安吶，他冠一個他的企業的公司的安全的這種。中美之間的科技戰持續來關心，是川普突然間對中國大陸的 AI 開了綠燈 ，H200現在要放行了。那川普他的陰謀是什麼呢？是想要喚起什麼樣子的東西呢？那另外一方面，北京則是反手封殺 H200哦。讓美國現在內部是炸鍋了，台灣也被點名是要吞25%的關稅。今天來關心這一場中美之間的 AI 大戰，這是最新消息，來自於彭博社最新披露的是，川普政府他准許了輝達向大陸終於是可以出口 H200的晶片了。白宮這邊這麼認定，他認為說，因為開放就是因為華為的 AI 技術已經逼近輝達了，所以把它開放吧。那麼川普也趕快在他的社群發文說，確實啦，他已經向習近平承諾了，只要不碰到任何的國安的紅線，那麼就會讓 H200賣給中國大陸。好，現在打川普臉的其實呢也不是輝達，也不是華為，是中國大陸的政府。雖然美國說要放行了，但是大陸怎麼回呢？這是來自於《金融時報》的報道。他說北京現在要限制中企去購買，甚至是使用任何的 H200。他認為說，並且指出呢，如果你企業真的想要買 H200的話，沒關係，那你就先提交申請，然後呢，你要說明說為什麼你一定要買 H200呢？是國產的 AI 晶片真的不夠用嗎？好，針對於川普放行 H200的這一番言論出來之後，我們來看到現在不管是企業或者是這個學者，有兩派不同的聲音。首先認為 H200不應該賣的是美國強硬派的學者，這位是麥蓋爾，他說大量的 H200出口到中國是把美國的 AI 領先優勢親手送出去啊。那支持賣 H200的除了黃仁勳之外，還有 AI 沙皇。黃仁勳說，你封鎖的越狠，只會逼中國漲得越快。AI 沙皇也說了，
不要低估啊，全球現在其實有低估的傾向。中國大陸的技術正在快速的崛起當中。輝達，如果你退出了大陸市場，等於是把最大的戰場全部都給華為了。H200現在性能到哪裡呢？目前是被視為是 OpenAI 跟 Meta 訓練 AI 的一個主力的重要晶片，比降規版本的 H20更強，但是它的性能又沒有 Blackwell 這麼的強。好，川普為什麼突然間要戰略退讓嗎？他的算盤是什麼？還是他想跟大陸換取什麼？還是這當中有政治的考量？聶老師怎麼看？這個要講得非常清楚，才有辦法很清楚，因為這個東西比軍事還精彩。先講一下，光看中間那個你就很清楚，什麼叫做強硬派學者。所以我是一個學者，我覺得學者很 low 啊，就理論派的更搞不懂，後面叫實務家。你要知道科技是什麼？我在美國還好，我不完全學者，我在美國開過2家公司，我是先開了電腦公司，就開貨運公司，服務電腦廠商。我養了25個黑人在美國。你要知道一個重要的事情，科技東西一日三變，這些人搞不清狀況，它變得多快。我講一個最簡單的故事 ：H20什麼時候討論？什麼時候出來？去年底。中國為了求 H100到處求。我2月去美國之前，美國人都說你有辦法拿到。當國安法我也拿不到，也不敢。但重點 H100當時中國透過多少地方要拿？去年，今年終於年中進了 H20，而且去年連20都不給，為什麼會給？黃仁勳跟川普講，算力只有28%，不用擔心。中國拿到也沒有用，他們自己都可以生產超過他。我們100克死他了，結果現在是200，算力6倍，太厲害。可是短8月哦 ，H20進來了，不要200，現在人家主動上來，以前求都求不到20，對，不要了，200自己送上門，你不覺得很怪嗎？因為它有 Blackwell 還有 Rubin，美國要拿到最好的下一代下一代是 Rubin， 後面還有，你現在只講到 Blackwell 一個數學家的名字。它是現在號稱地表最強的 AI， 我跟你講，現在能用到 Blackwell 更強，所以 H200又會被淘汰。我以前做電腦很清楚啊 ，CD-ROM 一出來一下就淘汰，4個月而已。我必須講一下，因為他知道200，中國也很快會起來。華為裡面20多萬人，11萬個科學家，我講碩博士研發人員吶，哈，不要講科學家。你要這些人，黃仁勳開在眼裡啊，怎麼做不出來？我們不要去講什麼升騰9107，都不要講這些，不要講新凱萊，也不要講這個一堆啦，或什麼這個寒武紀都不用。中國是全部，我剛講全部知道，科技全部在提升。我現在重點就是中國會追上，但中國還是需要，因為這個 H200地方很重要，他們的很多 AI 實驗室需要這 H200去研發設計，他們現在很多的超強 AI 電腦還是需要它。現在不是光這2家了 ，OpenAI 現在6大的這個算力最強的，說生成式 AI 都需要了。坦白說，現在 H200是最強，只是 Blackwell 出來打倒了嘛。他們說我們那 Blackwell 要鎖定，那 H200這種快給他，因為他們也快出來，所以中國是在邊緣呢。他說我們還是要你要可以，你先告訴我，我們是自己不能用，你這需要200，快點要，快點拿，甚至把它研發出來，要更超強。現在是 yes and no， 中國不是不要，他講是你要說明國產是不是不夠用，不夠用就要。你再回想一下去年，中國所有這些東西求的要的不得了，現在自己都出來，只是還沒到達美國地方。後面還有個 Rubin 哦，6種晶片的一個運算平台哦，更厲害哦，在美國。美國在矽谷的創新人才不是你講。我有學生，前天我們才一個 AI 團隊討論，剛從美國舊金山回來，我的博士學生在談那個未來的圖形的電腦，這個東西真的是非常深啊，哈。我也不是了解很多，我也是學者，也會跟上面落入這種盲點啊，誰，但是我想你還是要了解實務，因為我旁邊有一堆真的實務家，是告訴你真正的未來。是美國會怕，因為中國全部在布局，而且越來越快，所以他最經典的不會放，這種他還是會放。是，就是這樣。是好，所以美國還是掐住最先進的，還是沒有給大陸。不過也是擔心大陸發展的太快，趕快先放手給中國大陸 H200。但是沒有想到，這個中國大陸的政府直接是打臉，他就是沒有完全的放行 H200，祭出了許多的要求限制，說你必須要提交理由，為什麼你一定需要這個 H200？幹哥怎麼看？對啊，其實剛才聶老師講得非常清楚，為什麼？你為什麼要一定要 H200？你要告訴我啊，對不對？我不是說哦，你現在有需要，以前我們還為了 H100就已經頭破血流了，現在 H200不是這樣。照理講，政府的立場應該是企業有需要，好，那我們就允許你購買。因為現在川普跟黃仁勳談了一遍之後，
奇怪，這個大勢整個翻轉過來了。本來 H20都已經很勉強，現在是 H200，為什麼？因為美國國內他們自己已經有研究說，華為新一代的 AI 平台叫做 Cloud Matrix 384，這個東西已經快要跟那個輝達的 Blackwell 近似了。剛剛教授提到了 Blackwell 已經近似了，叫做 VN72。他說這已經快要近似了，所以我們現在 H200給他們沒有關係，現在已經沒有國安的危險了。我可以告訴各位，這個一定經過美國商務部的認證，知道 H200今天要賣給中國，他們要冒多大的風險，尤其是在軍事上 ，H200會不會成為軍事上的一種應用，這是他們害怕的。結果現在大陸竟然說，各大企業華為以下的也好，就是說你們為什麼不能用國產晶片啊？華為的昇騰910C，它明年就要生產。大家知道生產多少顆嗎？聽說200萬顆。在這個月之前，美國的專家認為說，華為昇騰910C 是不是明年大概只能夠生產20萬顆？對不起，最新的消息是200万顆。它的操作界面已經可以跟那個 Cloud Match 那個 Blackwell 去相抗衡了。所以你就会想到說，你可能以前認為說這是非常需要很高階的晶片。結果過了幾個月之後，你的想法完全變了。對，所以為什麼川普的想法也會變？我相信黃仁勳對他是有很大的，當然他們之間談的內容很多機密不是我們知道的，可是他一定有把業界現在面對的問題，他們說在表面上來看，中國只有20%的自己能力，80%還是要靠我們這個輝達AMD 去進口的，可是。將來會不會變？總統先生，你要好好想一下。我覺得那個技術差距一直在拉近，難怪 H200不再是美國害怕的東西，可以出口給中國。現在反倒過來是中國不見得一定需要你的 H200了。好，這個是中美之間的這一場針對 H200的科技戰，但是這當中是不是也有一個受害者，就是我們台灣呢？因為我們幫忙生產的 H200，現在是說呢，白宮說可能就是得向台灣來課徵25%的關稅，因為是製造是在台灣這個地方製造的。那當然，台灣的網友就表達了非常多的不滿，他們說台積電怎麼能吞呢？我們產能自己這麼的好到爆，那台積電也不是出口商，為什麼關稅是我們付呢？美國你是把成本甩鍋到台灣身上嗎？這一場在地緣政治上下面的風險，看起來有關於半導體是不是轉嫁給了製造端台灣，成為中美科技戰提款機嗎？艦長怎麼看？首先，我要特別講一下他們剛剛說的這個東西，就是說這個好比說，美國幾乎都是這樣，我最好的我不會賣的，我次好的才會給你。就是 Harper 其實就是 H 多少，就是 Harper 的那一級的2020年之前是 Harper，2024年之後是 Blackwell， 所以現在它有 Blackwell， 它才給你 Harper 而已。即使 Harper 它給你又減了這些功能，這還算好的。我告訴你，軍火界啊更不公平。好比說，我現在有一個最好的飛彈是哈碰魚叉飛彈1型，這是美軍現在在用的，全世界跟他買他都不賣。然後結果他有更研發進了魚叉飛彈2型，魚叉飛彈1型他開始賣了。你知道當你去買魚叉飛彈1型那個錢是多少錢？你知道嗎？就是美軍生產那1枚魚叉飛彈2型的錢，你就知道那何等的不公平。但是科技界就是這樣。那接着你再說這個台積電抽20%，我覺得我聽到我不曉得我們政府怎麼這樣想。當初說一直要到美國去投資，有沒有？你記不記得？所有人都記得，只要來我美國投資，甚至你動手投資，你這家公司就免稅，記不記得？有吧？那台積電投資了，台積電投資很多，1650億美金，6個晶圓廠，2個封裝廠，1個研發中心，已經在那裡生產了。這是台積電的產品啊，你為什麼要對台積電抽稅？大家都沒想到嗎？你為什麼對他抽稅？你當初承諾的是什麼？那台積電為什麼要去你那裡投資？台積電把它通通抽回來好不好？你保證了不抽他稅，我不管你抽誰的稅，但是你最不能抽台積電的稅，因為台積電是全世界最支持你們美國的，對不对？它就变成美積電了，你還抽他25%，這個是很令人生氣。還有一個讓人家覺得說真是莫名其妙的。你有沒有發？你們知不知道？我們這次聽說我們要投資美國3000億，希望能夠減所有的貨品的關稅嘛？你們知道這個3000億是怎麼出來的？如果我舉個例子啊，我們今天
台灣跟美國的貿易今年出超這麼多，明年出超那麼，所以美國才覺得不公平，你賺我的錢，所以我要抽你的稅，對不對？你知道過去10年，台灣跟美國的雙邊的貿易出超哦，大概是3000億。也就是說，我們台灣辛苦工作了10年，對美國人賺的錢，現在一把要全部給他，你覺得公平嗎？所以拜託我們的政府真的要挺起來。25不該付的不該付，3000億不該給的不該給。那你有什麼牌？我告訴你，你有一個牌，和中跟馬英九一樣，你試試看美國敢不敢這樣欺負你？好，中美科技戰今天來關心的是華為的2奈米專利繞過 EUV 震撼全球。另外，我們今天也會來關心到是中美之間的這一場這個貿易戰，包括川普祭出的關稅戰，本來是要整中國大陸的，結果沒有想到大陸啊，它的貿易竟然是突破了1兆美元，創下了歷史新高哦。那麼我們今天也會就這些議題來一起做關心。這個是科技圈的大消息，就是在這個時候呢，川普突然間宣布了H200可以賣給中國大陸，但是要有前提的，如果說賣出去的話，還是要被課關稅，抽成是針對每汽抽25%的這個稅，理由冠冕堂皇，就是說它要兼顧美國的安全，維持 AI 的領先。但是現在科技圈也在解讀，是川普真的覺得怕了，針對這一場科技戰。因為呢，其實黃仁勳早就已經多次警告川普了，他說呢，我們不能降低賣給中國的晶片品質，不然呢，中國大陸根本就是不會接受的。尤其我們看到大陸一直在做它的自產晶片，華為的實力不斷的爆發性的成長，不管是它的這個實力爆發性的成長，或者是它的专利，我們都會一起的來特別做看到。大陸的半導體產業每年翻倍成長，遠超過這個西方。只有年增幅大約20%，而且確實哦，大部分的人才都是華人，專利在中國現在已經在全球高達了70%了。另外一方面，大陸在這個華為的 GPU 的專利5年更是暴增了10倍，那現在專利數量更是創下了新高，包括它的算力也推上了近70%左右。現在看到是大陸的殺手鐧，被視為是要特別美國關注的，就是他們3年前推出的這項專利，有20項的這個環繞閘極的一個技術專利，號稱能夠讓 DUV 繞過 EUV 直攻哦，達到2奈米等級的一個製程。節目一開始要來特別請教幹哥怎麼看了？為什麼川普在這個時候突然間要放行 H200？怎麼看？他說我們不能降低賣給中國的晶片品質。大家還記得這1-2年來說要賣那個 H20嘛，對不對？可是到最後。他們說不要用 H20了，我們華為自己能夠做。那現在川普突然說好，那我賣 H200給你啊，這個水準就品質就比較好了嘛，對不對？不過我們還是一樣啦，我們關稅的這個還是要抽25%啦哈，這關稅就先擺在一邊。然後業界就問黃仁勳說：“你覺得中國會接受嗎？”黃仁勳說：“我不能斷定中國接不接受 H200。”然後為什麼？因為華為一直在突破技術瓶頸。他既然說，就算是2奈米的專利，他也可以繞過去。為什麼？反正我艾斯摩爾的東西我買不到嘛。那我們就怎麼樣？我們會在什麼？他說他要在一個，就是說你可能想象不到的一個領域裡面，他竟然可以說，我跟你講，我們現在用深紫外光，聽清楚 ，DUV， 用 DUV 去支援那個金屬間距小於21奈米的金屬整合技術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做出2奈米的東西。我操，這個你會不會聽起來覺得說這個技術瓶頸應該很大吧？對不對？因為你不是直接得到了 EUV 極紫外光，那這樣子做出來的晶片，它的良率可以嗎？其實我可以告訴各位，華為一直在鴨子划水那所以黃仁勳他就一直提出警告，他說：“你不要以為人家做不出來，為什麼？因為一半的人才在那裡，不是在我們美國，50%以上的 AI 人才都在中國，然後中國的專利是70%。我想請問你一下，這些數字是代表什麼意義？就說艾斯摩爾仍然是世界的龍頭，沒錯，艾斯摩爾一定它還是值全球牛耳的首席之位，
可是華為的技術領域突破，就像我剛才講的，它直接繞過深紫外光，它直接進攻極紫外光。而且它用這樣的技術方式，雖然可能在現階段還有良率跟量產的問題，但後面它會不會達成呢？很難說哦。我是覺得說黃仁勳的警告是對的，他最後還講，他說，當年輝達95%的產品賣給大陸，現在他還要我們的東西嗎？輝達仍然是世界第一，但是我們已經失去了絕大的大陸市場。我要失去更多嗎？這個才是現在就是說川普他應該好好思考的問題才对。好，同樣一個問題也請教上次哥怎麼看？就是繞過 EUV 那就可以挑戰2奈米。首先我還是先講一下，川普這次突然願意在全美國上上下下，眾議院、參議院，包括那麼多的這个軍事的專家都反对賣好的晶片給大陸，但川普突然宣布這一點，對我認為這還是很微妙的。後續的影響我們還是要看哦。而且他要記得，他不是宣布，他還強調他跟習近平通了電話，然後他還講說習近平的部分是好像正面的回應，是這樣嗎？所以這裡頭現在還有很多的懸念在此，而且現在到底當然這意味着黃仁勳說服了啦。我覺得包括整個至少他核心的幕僚是支持的，那這個還是很了不起哦。我覺得黃仁勳真的是拼了命的，都快活不下去。當然必須得說，黃仁勳現在的這個擔憂點就在於，我們要知道，其實不只是一個一個晶片2奈米啊這些技術，主要黃仁勳這邊以 AI 晶片來說，因為他自己有他的這個 Blackwell 的框架，川普這次也說 Blackwell 還沒有給你，而且下一代的這個 Rubin 的這個，我說都是輝達很厲害的這個框架在運用的這個晶片，也不會給你啦，就給你這個 H200，但 H200 比起 H20已經厲害6倍了，算是可以的了。而且很多我知道中國大陸啊，什麼阿里巴巴，他們還是很想買啊，因為這晶片還是蠻厲害的，所以現在這裡頭我有個神奇的拉扯，值得大家關注。不過剛剛提到的部分，現在到底中國大陸買單嗎？會不會影響現在華為的權力的這個拓展？我認為不會。我認為中國大陸作為一個國家戰略，要發展出自己的晶片，即使買你一點點，看到川普的面子或黃仁勳的努力份上，但也不可能全面結構性的開展，因為中國大陸一定不能夠調到輝達的這個 Blackwell 跟未來 Rubin，甚至包括現在我們都知道 Google 自己在做晶片，未來可能會直接跟黃仁勳一起來對抗，還有 AMD 的這些晶片，所以我覺得現在大家特別注意哦，所謂的這些重點已經不再是2奈米。首先，半導體晶片跟 AI 晶片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方向。以華為來說，主要是放在特別是新海來的投資。華為現在那麼多的專利，主要就是這一代的半導體，我們不要講下一代的這個新材料，它要全部繞過，包括艾斯摩爾繞過美國這個幾百幾千樣的部分的專利，很不容易。但是你說不可能嗎？可能哦，因為現在我們都知道，華為自己本身的專利的技術很強，不只是它現在這個晶片，你要知道它最厲害的專利是6G 通訊，而且它包括做智能車，包括它的鴻蒙系統，乃至於它在採礦養豬，你可以想到全中國現在在應用的東西，包括無人機的很多系統，華為都在裡面哈。而且現在國家要用華為的這個底層的系統，所以呢，這些華為的全面的專利所構築的是跟中國這個國家量身定制在一起。而且我們必須得知道說，最近其實所有的這種晶片也大家越來越有類似像中國大陸現在用 DUV，它就用重複曝光技術，那連台積電自己現在也都用這種小晶片的堆疊技術，哈，包括 CoWoS 這些堆疊技術，也就是說，這裡頭不再是在競爭這個2奈米、3奈米，最近大家不再多談，因為有新的技術，而且這是半導體晶片哦。如果我們就 AI 晶片來說，現在更重要，中國在發展一個晶片爛一點沒關係，可是它在整個所謂的雲。AI 雲或雲算力這個架構裡頭會有新的軟體的寫作方式，我可以把你晶片，如果現在我用爛晶片，但我的爛晶片可以體現出全部的功能，包括現在如果你 H200可以買到，它現在新的這個框架就不是用輝達的框架，是自己開發的框架，所以過去輝達的晶片大家都知道，我們在台灣用可能只能用它40%的功能，而中國大陸就要把它逼到80%、90%，我們就講超頻，或者等於是把它就 optimize 到現在的功能，所以中國大陸透過它發展其他配套的軟體，即使晶片是比較弱，所以今天全面的攻伐來講，基本上還是以華為為它的整體的發展，無論軟體、硬體的部分的總核心。因此，我相信 H200雖然應該有可能看你妹子買一點點，但它不可能從此放棄中國自己搭建全方位半導體跟 AI 晶片的國家戰略。好，中國大陸在科技戰上面全方位的發展哦，包括發展也非常的快速，所以這一回呢，川普在科技戰上面看起來
起來是讓步有所解禁 H200，但是在這個貿易戰上，川普恐怕是沒有料到，因為呢本來是希望用關稅來鎖死中國大陸的，結果沒有想到現在出現了一個最新的數據，反而是有利中國大陸的，也就是中國大陸最新貿易逆差首次創下新高，突破了1兆美元，讓美國被害慘了。因為關稅的關係，美國的物價暴漲了，然後通膨失控。我們來看到幾項最新的數據，第一個，中國大陸2025光是前11個月貿易逆差，剛剛提到了突破1兆美元，史上第一。第二件事情，他們对於美國的出口其實下降幅度高達20%的，對美國的採購也同樣是下降了。但是呢，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問題有沒有解決？其實是沒有的，仍然是達到3倍。剛剛講了，還有造成的是美國的物價上漲，包括了現在漲最多的就是他們的天然氣漲幅70%，牛肉上漲16.6%，那麼牛絞肉也有12.9%的一個幅度，45%的美國人已經痛批說，生鮮食物實在是貴到他們已經難以負荷了。怎麼回事？本來要打中國大陸的這個關稅戰，怎麼越打越強？大使怎麼看？因為美國雖然这個農產品很豐富，它很多也是進口的。比如說它這個牛油果哈，就是我們叫什麼這個那個大陸叫牛油果，台灣叫什麼？avocado 都想不起來。酪梨，它全部墨西哥的。對，加州也有，基本上都墨西哥。川普把墨西哥農產品給你加15%，你的市場價格是不是貴？對，還有很多這些東西都是鄰近國家的。連牛肉，我們後來發現，美國比較平價的牛肉很多是買巴西的，巴西給人家 charge 25%。对，你說美國的這個物價能不貴嗎？所以我們認為美國是產大豆、產大麥，什麼都外銷，可是很多農產品也是進口的，包括肉品都進口的。所以現在我覺得美國的這個問題就變成就是說，政府抽稅抽太重了啦。你政府抽稅抽重了以後，物價自然上漲。因為川普說我這個關稅是抽外國政府，是外國政府跟我交稅，那是騙人的。你的稅收是老百姓交。我跟你講，關稅是誰收進去的？你知道？關稅是美國政府收的。你是錢交給美國政府。美國老百姓的稅收呢？稅呢也是交給美國政府，對不對？沒有錯。你知道現在國際貿易的基本上的這個作為是什麼？關稅部分都由進口商出，對，沒有出口商在出關稅的。這個叫什麼？這叫 FOB。FOB 的在國際上叫離岸價格。我這個價格報你就是離岸，我把它送上船以後的後面事就是你進口，你買的人負責了。買的進口商他當然他要付關稅，在哪裡付？不是離岸的時候付啊，是近岸的時候才去付關稅啊。所以這個稅基本上大部分都是什麼？其實絕大部分都是進口商在付。那進口商他有時候說，我這個稅很重啊，你出口的時候你分攤一點好不好？你吸收15%好不好？你吸收8%好。那沒有問題，那你就賣便宜一點可以。可是問題，大部分關稅還是進口商在付啊。對。那問題，所以這些錢都被誰收去啊？美國的進口商稅交給誰？交給美國政府。美國老百姓稅交給什麼？所以美國老百姓過去只要交稅，關稅美國平均關稅已經2%而已啊。現在美國平均關稅搞到人家都是要人家怎麼？都是要給到多少？15%。日本的都是15%，韓國15%。我們台灣是20%嘛，25%，印度是50%，對不對？現在這個墨西哥、加拿大都是都是很高的關稅，所以你稅重了，最後誰出？消費者，所以到市場的時候價格都往上走。那怪誰呢？怪美國政府啊。另外一方面，美國基本上它的這個債越借越多，其實它的債越借多，你的美國人的所謂的怎麼講？他的這個他用高利息的結果，美國人說實話，每個月1號就在寫支票，付什麼車貸、房貸啊，家裡的這個音響貸，然後買什麼都是分期付款，每一個都有利息。然後美國還有什麼循環利息，那個信用卡的貸款，那美國的利息這麼高，那老百姓真的是負擔的重得不得了。中國大陸很簡單啊，中國大陸說實話。美國最近一個記錄說，
它對美國市場的依賴度從4.5%。GDP 5%到現在已經降成2.2%。意思就是說不依賴美國市场。然後呢，在俄羅斯、中東、南亞、東協、非洲市場全部遍地開花，它分散市场。